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让你陷入爱情的美妙之中？美妙的爱情之中哈，谁将让你陷入美妙的爱情之中？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给你一点时间做选择。好，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就好了哈，谢谢。那我们不啰嗦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趋势哈。题目是谁将让你陷入美妙的爱情之中？谁将让你陷入美妙的爱情之中？哈，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哈。好，来第一张。好哦，不错哈。你们应该在相遇的时候哈，就会有一个不错的契合状况哈，整个能量的契合度很高，能量的契合度很高哈。来，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哈。而且以金星的能量来说，它应该会比你以往所交往的对象来说，更符合你的期待，会比你原本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再更高、更好的品质哈，更好的品质。虽然这样说有点不礼貌了哈，但是我就是会有一些超乎你的期待哈。但是一个小小的不同是，他可能跟你来自不同的背景的人他跟你的背景不太一样然后他有可能从比较远的地方来啦。那这边又说了一次哈，这个人在很多地方都还蛮符合你所期待的人，可是这边有一个在加分的状态哈。那这边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但是他的出现之前有一个先行的动作。是有关于你的生活可能要有一些新的改变、新的选择新的阶段它之后才会出现。譬如说换学校、换房子、换工作，这都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新的规划、新的旅行规划，反正你有一种新的计划开始之后，它才会出现如果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还是很平淡的就照生活规矩走，可能那个时间点就还没有到。它有你主动的，也有外力的，都有可能啦反正就是会有一个切入的时间点的变化。那记得尽量往感觉舒适舒坦、正能量的方式行走回避一些负能量他现在比较处在你感受上的正能量的方向里尽量往那个方向走，尽量跟着好的舒适的正能量的方向走就对了。那这边也有说，它吸引你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在于它的某个理智的那一面，很理智的，很处理事情很有条有理的那一面会很强烈的吸引你哈。相对于你，它算是偏比较理智就对了啦。它比较按部就班可能会有一点矮板有点呆板的样子那从事者数吧，从某些宇宙的经验看来，这一段旅行，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一个境界、心境、旅程、位置、方向、故事线都不一样。只是这里目前看起来的缺点就是，虽然你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应该就有还不错的契合度聊天啊、个性啊，两个人互相喜欢的感觉都还不错，可是这份关系要走到爱情的节奏是偏慢了一点，没有那么快要需要蛮多的相处才会慢慢的走到我想这可能就这段爱情，我觉得它固定的走向就是这些我看好。都还不错整个能量看起来算蛮健康的蛮健康的。如果硬要觉得有些什么困难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刚说的那两个条件第一走的比较慢然后第二，它在你的某一种新的决定之后的方向才会去因为你的能量需要有一个转换，这边有说有一个正负能量的交集交换，才会转到那个方向去。所以你可以等待一下如果你最近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其实安排一个旅行也都算了把能量转换一下，然后它可能这个方向就会出来。好。那这阶段我们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些细节的部分好，我看一下我们一样，首先
先来看一下你们是否见面了，好了哈。好，等等哈。好，等一下哦，来这张是否见面？整个环境周遭的能量哈，来距离，指引哈，来大好路径线状，好，是算还没有遇见呐哈，可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旁边的故事线哈，你旁边的朋友圈的故事线正在发展到你们两个要相遇哦，因为你旁边有一些比较完整的能量已经达到一个契合了，你跟旁边的能量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连接，他也在跟你这边的人群在做一个连接，所以他不是工作上的。我觉得他在人际关系面里面遇到的几率还蛮高的话，他会在一次的旅行、一次的出去的朋友的约会都算哦，能量不大，也不一定会到旅行啦。我觉得一个普通的餐会、见面会都有哈。可是你们应该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发现彼此的感觉、彼此的存在哈。它必须要有一个很小的微量的能量去做你们搭桥，比如说帮彼此认识啊、介绍认识，才有可能会有第一次的对话。那到第一次的对话就有差了哈。第一次的对话上面很多好的能量就起来了，互相喜欢的能量哈，一下就发现彼此身上优点的能量有出现哦。所以这一组会比较走向内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所以也有点在说表面上外在那个东西，它也不是可能立即吸引的啦，都是一些内在啊、个性啊、谈吐啊、哈相处之后，里面的那个东西产生了不错的吸引力。OK，其实你们只要到了比较接近的环境哈，接近的空间区域，就有很好的能量的牵引就出现了。然后彼此对彼此的好奇心哦，那个牵引，那个探索哦，就会在你们之间产生了某种化学作用。所以你们只要一开始聊天之后，应该话题就会不断哈。那以距离来说，我觉得它算在附近了哈。以这里的能量这样下来，我觉得，这你附近还有一些杂讯正在处理中。就像我刚刚讲的，旁边的人的故事线现在还在进行哦。就像这个约会可能不是你提起的，是对方提起的，然后或是其他人提起的，然后才会产生的这一次的见面。哦，所以你是完全处在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受到邀约哈。好，这里的牌蛮单纯的哈，就差在见面而已啦。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算走的单纯哦，没有什么太多的杂讯哈，好像要把你们拖远或什么，其实就是只是等待时间，那个时间会出来，没错哦，远哦，对，确实是要靠我旁边的人哈，所以是朋友的搭桥的一些活动了哈，所以最近如果有要参加什么活动，就尽量去哈。这组非常依赖跟着朋友去见到他，哦，这组非常依赖这个部分哈，再看一下哈。那他那边的心境还蛮高的成分是处在一种有在寻找爱情的方向。他能量呢，他内在的水能量我觉得算丰沛的哈，而且距离上一段爱情可能也等了蛮久的，才走到现在这一个比较期待爱情的一种心境哈。所以你的出现也算是在对的时间呈现出你们两个人的能量的交集，然后才会有不错的开始哦。就节制牌一开始所讲的那个方向，所以目前看起来，就等待一下了哈，因为这个时间点好像不算在你能控制的范围，他自己会慢慢的从他的方向里面往前走。哦，来，再来看一下哈，看一下后面，先等等好了，我来翻一下这里。
定义一下哈这份相遇的一个本质哈，因为我觉得好像压了一个东西哈，看一下题，这一个相遇哈，在某种角度来说是有任务的哈，在心智上，可能在生活上，两个人相处有一个任务是需要互相帮忙的哈。心灵上有被认定的祝福，救赎的能量需要被完成。然后你们两个认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阶段，会有两个人故事的交换。你们两个的故事对彼此还蛮重要的，它是一种很高智慧的分享哈，在你们的人生故事。所以这一题哈。它还蛮接近被要求，这两个灵魂需要相遇，这就是那一个任务。因为你们两个至今之前的故事线所发展的路线，对彼此好像还蛮重要的，蛮有帮助的，可能会连接到一些不错的认同感哈。两张牌所引出的方向都差不多，所以就不用担心说你们的遇见可能会错过什么样。这边看起来就是注定要遇见，就是它是一个比较任务性的相遇，在灵魂上哈。来，我再看一下这里。你们两个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同步率就很高了哈，节奏、讲话内容，然后还会了解到自己平常的生活状态哈，时间表啊，什么时候去运动，什么去吃东西，什么去上班，这个节奏感你们都还蛮接近的。那在探索灵魂的距离来说，你们在灵魂的宇宙里面哈，灵魂世界其实看不到彼此的。这一次的相遇可能也是你们第一次的相遇，因为它可能有一个需要去激发你们内在身心灵的改变的一个任务。这么前面讲哈，这次的相遇应该算是其他的能量的指引哈，让你们这一次必须要遇见哈。那这是你们这一次灵魂相遇的时候，第一次搭上同一条船。好像比较像是说，你们在其他的故事里，已经修炼或是经验上已经非常完整，然后这一次可以让你们共同搭一条船，然后可是他给的主要任务也不一定是在一起，他是希望你们两个彼此能够靠近，分享彼此的人生跟故事，帮忙彼此啦，这个点比较重。所以你们的刚刚前面那一组牌就有讲，你们的关系的发展到爱情的节奏比较慢，因为其他的任务比较重要。认识成为一份好的关系，在你们这一组是比较重要的点。那并不是说他不会走到爱情，其实有。你看到其实连这张牌出现的跟上一组牌的出现在一模一样的位置。也是一模一样的牌，所以这一组成为一份好的关系，把前面你们的关系慢慢的走好，他自然而然的会走到爱情，有爱情的路径，他已经讲好这一条路就是往爱情的方向走去的那一个路径。你们会在这个路径上面越来越喜欢彼此，越来越感受到彼此，有各种的爱混在里面。有爱情的爱，有同情的爱，有家人的爱，有友情的爱，很多的认同，很多的理解，在这个关系里面。他这里有说，这一份救赎，这份注定好的救赎，是把你们两个灵魂救起来的，而且它是组合了各种不同的能量，各种不同的故事线，组成的一个烛台，7种完全不同的蜡烛，7种完全不同的经验、生活方向来组成的一个蜡烛。表示你们的分享、你们的相处、你们的交集，就在那种心理的分享而合而为一，成为一组，成为一对，然后才慢慢的可以走到未来的那个方向。这边说，当你们相遇的时候，底下的那一个瓷砖，那一条道路，就是已经帮你们开往爱情的方向走了。而且在你们一交集交汇的时候，节制牌的能量一直在发挥，好像你们没有磨合的空间，就是一接触到就非常交集，所以你们会有非常契合的感觉。而那个契合的感觉之所以之所以会有很多角色可以爱情什么，那是因为你们的丰富度非常高，所以爱情啊、同情啊、友情啊、亲情，这感觉就全部一起来。
你会有点搞不清楚说这个感情是往哪里走，可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会爆棚，会非常丰满，会非常丰盛，你会很喜欢那个感觉，所以它就无关乎要不要直接走到爱情，那个舒适感非常强。但是以这里牌面来说，是会走到爱情的，它是会走到爱情的因为它路子是这样铺的，只是说这过程你会觉得，好像该说跟这个人很熟悉吗？可是就是初次见面大致上是这样。那主要还是因为你们原本的灵魂的距离啦。从这边看得出来，灵魂的距离在很久以前的时空，在之前的时空，你们是看不到、听不到彼此的，所以你们基本上是完全不熟悉彼此的，在本质内在的本质里。那这里有点归纳成它是第一次的见面。如果它是第一次的见面的话，所有东西都是新颖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空间可学习的。所以才会造成你们这一次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有好多东西都是非常舒适丰盛的。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啦因为这算是两个很完整的灵魂第一次的遇见所以这一组算是我们最近听了很多影片来说，它算是比较新颖的一条路径我觉得它算很新颖的一条路径。来，我们来看一些。好，你们虽然一开始遇到的时候还算各方面东西都很契合，可是这不代表说你们的个性或是背景或是工作各方面都是相同的，没有。其实你们还是处在一种个人独立空间很强的人很自我的人，所以也才会有这个原因，加上灵魂的不熟悉，不会立刻去走到爱情那一份舒适感，其中也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跟有点惊讶，所以他不会立即走到爱情这个部分。但是你们的关系的创造跟前面这一段路走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你们会很享受，你们会时常约见面，时常一起聊天什么的，分享自己人生的经验。无论你现在多大，你选到1号牌，这个人之前的任何生活经验，你们都会彼此很乐于去聆听。这就是这一组很有趣的地方那你们的差异是必要存在的一个本质价值，这边也说了是本来就不一样。也因为从灵魂、特性、天分各方面都已经不一样了，才会产生一种完全高度的好奇心。其实以这张牌来说，你们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相似的感觉，会有一种安静的感觉，好像没有任何悸动。可是它的主轴是在互相疗愈，反而是两个一接近的时候，虽然没有那种激情跟热情爆发，可是那种舒适的疗愈感却会成为你们两个相处的一开始的核心。所以你们一开始聊天就会聊不停聊不停，边散步聊不停，彼此再去找个地方坐下来聊天聊不停，那种契合感虽然没有那种很强烈的一针见血的是爱情，可是那一种好像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的感觉会出现可以好好体会一下，然后不要太觉得一定要走到爱情但是他会走到爱情，他会走到爱情，因为他已经走在一个有很强爱情、很强的爱的路径上。为何我说会走到爱情？因为有能量在推，可是爱情不是唯一的路，这个也要把它讲出来。你们之间会有爱，才是一个真正的核心，因为它有太多的内容性质了。好，这组我觉得非常健康、清晰而且也很崭新啦。你会遇到一个很奇妙，你也没想象过的人很新很奇妙，你也没想象过的人。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能量接近的两个好的时间点给你做参考。有可能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间点，也有可能是两个遇见之后感情升温的两个时间点来。好，大概这个比较远了这个有到11月初那这个近了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9月初，9月第2礼拜没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他如果离这么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们相处之后感情会变更好的状态，因为前面有一些流动，还有一段时间呢、我不觉得他会这么晚出现，然后就前面就已经要出现了，因为前面能量已经很靠近了。好，来，我再给你看三张动物灵卡哈，看看近期你的生活给你的一些建议哈，三张动物灵卡。好，这里先讲的是说，最近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点难以下定决心哈。这里提醒你，现在是下定决心的好时机，好，记得要好好的应用一下哈。然后这一个下定决心下定的那一个决定，可以带你往更好的方向。好，那这里说，这里跟这个差不多。这里在说，你现在人生有一个蛮明显的分界线哦。如果你要往更好的地方走，往更能理解、能找到答案的方向走，你要跨过那一步去哈。好，再来。这张牌说，记得心中要保持着乐观进取的态度啦，不要太过绝望，不要太过负面哈。那这边有一个星星能量也有出现，所以这三张牌都有在说，你可能有一些目标，你可能有一些你想去的地方，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可是现在缺乏自信心，缺乏力量，你要把这个自信心拿回来哈，因为现在差不多到了一个边界分界点，你要下决定了，要好好把这个决定做下去。好，那这张牌给了一些不错的能量，它这两张牌其实都有战车能量、新式能量，都在说你所设定的梦想一定会达成，你所设定的梦想会苦尽甘来，会给予你该得的。这两张牌都有在说这个。只是回到这张牌，难怪一开始给的是决心，那个决心才是真正的动能哈，所以你要取舍一下，你也不一定要往这里走，你可以先在现在的安逸的状态下，他的意思是说，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的话，这个决心要下得重一点，许愿要许得清晰一点，因为战车跟星星能量都一起支撑。表示远方那个你想拿的山顶上你想拔的那个旗子，你已经在眼前清晰可见了，就差行动而已。好，这三张牌的意义是这个。好，那今天这组牌我觉得很清晰、很健康，在这里的前面第一组就已经说了哈。你们的第一次相遇的状况非常好，而且会有一个崭新的旅程。那我们在后面有翻到说，原来崭新的旅程是因为这个人是前所未有在你的人生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类型，内在内外在都是。然后我们再往深入去看，原来是灵魂的距离。这次可能是第一次的相遇，所以才会有很多的探索，有很多的好奇，很多的学习，全部都是全新的。那个学习认识的空间是无限大的，所以你才会有一开始有愚人牌做起点，成为这是一个崭新的旅程。所以其实基本上要不要走到爱情，也是其中一个选项。但是他在暗示着享受这一段旅程，前面从认识到爱情这段，好像是无比珍贵可贵的。你们彼此的分享彼此人生的经验，前面的所有的故事，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可能这一次的任务就是灵魂的内在的交换，内在的经验的交换，对你们彼此都应该有非常高的提升，是一个正能量的交往。好，希望能够给你一些方向感哈。那就这样这是一个全新的线哈。祝福你们哦，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让你陷入甜美的爱情里哈？谁将让你陷入甜美的爱情里？来，我们一样哈，先看一下整个能量的趋势哈跟方向。好，好，将会迎来一个蛮神秘的爱情状况哈。这个人可能会超乎你所期待的样子哈。那这里定义的你们两个人核心的美是以幸运来做定义的话，表示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角色要出现了哈。而且这个现在从牌阵呢看起来，好像充满了一个有趣的冒险的状态哈。呃，
可是激情少了一些哈，但是会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哈。而且两个人相处里面有很强的学习力道，也有很强的显化爱情的力道哈。基于某一些角度的牌，我会觉得它有点接近你想要显化的爱情，可是它的差异在。这个人能给你想要显化的爱情，可是他的样子、他的人、他的来的背景、他的性格，可能跟你所期待的会有所差距。那他在各方面有很多的特色、特长，你所没有的优点哦。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他很像阶级比你高，师长、学长。长辈、学姐、老师、长官、前辈，一直有一个不知道从什么角度来说是比你再高一阶的感觉，因为这边有一个带领性哈，他好像会带领你前往着什么，学习着什么，探索着什么。好像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会在人生的命题上面找到了什么答案？有这个，今天这一组牌面上的冷静程度很高，非常安静，节奏却没慢慢的，非常安静，然后一直暗晦不明的暗暗的，很像夜晚的某种路灯，然后又在那边闪烁的，电力不够好，电力不够强，有点秀抖的那一种。可是又不阴险，又不恐怖，充满期待，还有收获哦，还能够顺着你的心意走。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交织的冲突东西，给我的感受上是舒适的，可是又有一种停滞的感觉，好像必须留在这里去等待什么好事发生。哦，然后你不是独自的，你是有人陪伴的，是他有可以陪伴你。他会教会你蛮多东西的，甚至还会介绍很多新的朋友给你。你好像蛮像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社群里面去。还好，这整个关系的核心的美的幸运能量值很高。看来这一次的遇见我觉得巧遇的成分很高，因为我觉得没有看到能量的整合然后遇见。因为其实这里的牌是打散的，但能量是打散的，它没有聚集，它各自为伍，各自自己的方向这样。那一些反射你心里的期待的牌，又都告诉我说，很接近你原本许愿想要遇到的人。可是其他的点又告诉我说，只是一部分，内在心里的部分是接近的，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会出现一个出其不意的人，你没料想到的人。可是他内在他的想法，他的跟你的相处方式，想要跟你相处方式，他的生活方式各方面，又是你所期待的，他会有这个交织。所以在某方面来说，其实你跟他相处之后，就会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安稳。可是缺陷就是，你们不会在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有这么明确的共识跟契合，要慢慢的挖掘，慢慢的发现哈。然后，也有一个小缺点是，开始喜欢之后，那份对爱情上面的坚持跟理智会有点慢慢的消失，这个就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就表示真的很喜欢了哈，表示还蛮满意的。然后来，我们来看一些细节的东西哈。来，别人来看哈。第一章，你们现在的处境哈，你们认识了吗？哈，各方面的一个现状的处境哈。来，认识了吗？现在周围的状况哈，来指引的哈。现在的距离、路径，
好，有些就把它翻开，然后慢慢看。算认识，我觉得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你们已经有认识，但是那一个认识的场合不是用来交朋友的。工作场合的成分有高，工作场合遇见这个人的成分有高哦。然后他在这个工作场合里面有展现出你会喜欢的点，而且你还呈现了某种崇拜的程度哦。虽然他做人做事的某些手段你有点不认同，可能有点太严厉，有人太刻薄，太嚣张也算哈，气焰太强也算，太大声这种。可是他所展现的气势、内在本事、才能、才华，你又很喜欢哦，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这里，所以基本上虽然已经遇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爱情的状况。那他的表现各方面，在你心底都有一种无意识的感觉，是说，如果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应该很有安全感，很舒适。哦，这个人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够顾好，而且以工作的角度上来说，好像有很多东西你也可以跟他学习。好，有这边有看出来你跟他相处的状况，确实他好像带领着你去做很多事情，崇拜的感觉很多。你跟他其实有私底下的交谈，以朋友的方式或是同事的方式，其实有私底下的交谈，感觉都还蛮和睦的。只是我要说一件事是，这里全部都还没有爱情跑出来，都还是没有爱情跑出来哈。你们有最靠近的时段、最靠近的机会、最靠近的契机点的时候，还是处在一种比较温馨的感觉，没有直达爱情的状况。一些不错的水能量都只在于人际关系上面做琢磨，没有在爱情上面做琢磨。所以就跟前一排来说讲的一样哈，你遇到他都心里会觉得很平静，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可是要显化这一爱情的话，有路径，有路，有要显化，可是能量很小，没有直通道或显化爱情的路，但是有那个能量有跑出来。很多地方如果要为牌面上很多位置，如果要为它发展出爱情，都堵死了哈。这边堵了一下，这边堵了一下，好，这边有通，可是这边走向的是友情的展现方式。其实下面比较通，但下面的爱情的方式比较像是从崇拜、钦佩、跟学习、跟羡慕的角度。其实它没有直通爱情，两个的连接没有直接奔向爱情做发展哈。那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从比较深层炼金的角度来看一下，他怎么定义这个关系呢？其实有搭桥的人呢，有让你们两个促成爱情感觉的人呢，可是他的潜伏很慢哦，他也他会创造你们很多遇见的额外的场合，可是他并没有直接的任务或是直接的概念是要促成你们在一起，没有，它只是一种随机的让你们两个有更多相处的方式。为什么说方式？就是除了工作以外，有很多以外的相处方式哈。这里说你们的相处会慢慢创造出新的能量，应该就是说爱情能量吧，会慢慢的创造出新的能量哈。然后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处在一种互相理解跟解决无知这边做的哈，是解决无知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学习啦。所以从这两个面向，我会觉得，你只要慢慢跟他相处，慢慢跟他学习哈。我觉得他走的路径是这样子，他应该会在某一些特别的事件点发展出爱情。这个点，我只能说2号牌哈，一直处在一种不够明朗爱情在哪里的一个状态。这张也是3张牌都在讲学习相处才会走到那里，看来是某一个时刻会有特定的感情能量会触发哈。
只能说2号牌这一个人，我们找到的这一个人，现阶段你跟他的关系就是处在一种很和谐、很和平、很宁静的状态。你们两个之间都不算有明确的爱情的火花出现，可是你们很常相处在一起。爱情的能量应该会在比较未来式的方向出现。我必须非常坦白的说，这里没有出现爱情的时间点，没有出现没有跳出什么东西，没有，很有趣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3、4、3、我再翻2张看一下。我问这两个爱情的时间状态、时间点一个流程大概要到什么阶段之后才会有因为现在你们处在一种非常和谐的环境里面好像也没有开一条路要往爱情那边去。我是觉得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可是这份和谐的关系又很重要来。看一下这里，都是这里啊，6、7，6它这个牌意底下有藏一个讯息，叫做神的隐藏计划，很特别所以表示说确实是有加上就是6，它又往美的核心去，所以表示说这只是一个过程，这只是一个过渡，不用太紧张。只是可能我们现在所翻到的一个阶段来说，可能有点太前面它还没有那一个故事线还没有出现。可是以这张牌来说，这是一个被计划好的相遇，是一个隐藏就好，而且它的路径是从天上往下，要开始往到人间核心的一个比较美的境界里面先待一下，好像需要做一些协调，休息感受一下各种美的环境。所以这边在映射的就是说，你们现在的相处关系应该是一个经验的累积，一种友好的、美好的感情基础的累积的一个状态。它确实应该会在一个比较特别的事件点爆发之后出现之后，你们应该会有一种转变性的感情的概念会跑出来了。这边看下来，好像在某个秘密不想说，所以这边说是一个神的隐藏计划，就表示说我们可能要翻到某一个被设定好的某一种故事。可是他不让我们翻出来，他不让我们看到。其实我跟你讲，这组牌非常封闭，说我要探索答案的角度，都有一种不给答案的封闭性不给答案的封闭性。所以我要探索时间点也不给没有一个我觉得很畅通的。可是又带来一种无比的舒适感，跟前一组那些牌讲的都一模一样。它有一种很强的平静，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可是却没有往前的下一步。好像就在讲说现状，先待在这个现状就好，不是说没有未来，因为这边是一个有计划性的、有方向感的，只是没有告诉你说门开了，也没告诉你说门开之后你会看到的前面的路长什么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可是它也没有把你关在这里，好像是让你做暂时停留，好像是一种必要性的累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那还不错啦，至少现在看起来这个人就在附近了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跳脱所谓的寻找事件点那个等一下我们知道时间点那个地方就来翻。我们先从一个比较深层的概念上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契合程度，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契合程度到哪里先这样，你们两个的遇见呢，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冒险的开始，无限可能的挑战开始，无限可能创造无限可能结果的方向开始。然后以灵魂的距离来说，你们两个人是非常和谐的灵魂，你们是一种双数的灵魂，永远都搭配在一起的双胞胎、soul mate、情人、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夫妻、伴侣、伙伴、队友，反正你们是这种关系的灵魂，很长时间就一直都在一起。
所以我大概可以知道说这一次的相遇为什么没有那个爱情的爆点，因为似乎在某一些时空来说，爱情已经被你们超脱过了。所以这一次不想让你们单单纯纯的就直接要又遇见，然后又直接进入爱情，反而好像要让你们去累积你们之前灵魂相遇的时候错过的很多相处的美妙，所以才让你们在这么近距离的方式互相学习、互相相处，还互相协调、互相不讨厌哈。无论是不是工作的职位有上下关系，可是我们两个相处就是非常合适、舒适的。哦，你在他眼里，或是他在你眼里，都是一种非常有崇拜、有喜欢、哦，有照顾、有安抚的一种很舒适的。现在是处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那其实你们一直都在同一台火车上，同一架火车上，同一艘船上，现在都是。那这两个东西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有一个方向性，它是有一个目的地性的。所以你们现在只是待在这一个工具上面，可是会走到某一个对的方向。那现在这张牌说要走到爱情的话，距离还算很远。不过现在这段是一个很重要的旅程，是必要的旅程。哦，你们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已经上了这一艘船了。哦，只是这艘船真的是很慢的，慢慢的环游世界的游轮这样子。哦，你们之前没有太多的隔阂，你们之前没有太多的障碍。那唯一的缺点是这边讲破了，如果你们对于情感互相给予太多的话，反而会有一些压力。所以在灵魂的角度，你们应该已经找到如何轻巧相处的方式。在你们这次相遇之前，灵魂就已经知道，因为你们灵魂是很熟悉的。好，所以难怪回到前面神的隐藏计划，表示这组应该也是一个很有任务性的。确实，这一次的相处，这一次的近距离相处，可能是你们这一次灵魂要去补缺以前没有学习到的东西。那会往爱情的方向走吗？他这边说，你们的灵魂本身的相遇就建构在爱情的逻辑上面。你们每次的相遇就是要爱情，就这样。他们不是要做朋友或做手妹，本身每次相遇就是爱情的方向。当然也有成为最好的朋友的方向，但是我觉得爱情能量比较强，因为它那个未来的可能性很强哦。那这一次呢的相遇，我觉得会比较偏向于着重一个复合式的关系，因为这边有一个任务型在找答案，好像在找你们两个相处起来的一种新答案，不知道答案的方向是什么啦。可是这一次的相处，互相的认识，对人生的身心灵的提升来说，会找到一个全新全然的答案。那要记得，现在只是在行进的路径上，但是还是在同一条船上，慢慢的行驶到该去的方向。所以你们的相处慢慢相处到，就会知道到底要往哪里走，会走到哪里了啦。好，这组这方面都还蛮明确的了哈。那他在跟你相处上，他可能会对别人蛮凶的，会对别人给予蛮多压力，但他给你不会。因为你们灵魂好像在早就认知到说，情感会成为你们的负重，所以他不用特别去想，他心里就知道，他不想给予你很多情感上的压力，也不会要求你太多。哦，可能对你会有一些宽待，比别人多很多。这不是他理智上能选择的，或是他选择的，而是他的灵魂感受上直觉就知道他不想对你做这些事。哦，好。也难怪回到前面了哈，你们的相处会一直都处在一种还不错的友好的关系里，跟比其他人比较起来更加浓厚哈。原来是灵魂的熟悉度更高，而且我也觉得你们的灵魂好像在某些时空看来不需要一直遇见了，好像已经非常熟悉，已经非常老练了，好像在灵魂上是老朋友。可是因为这张牌的能量很强哈，好像这一次确实有新的计划要安排，让你们再次相聚去修补一些东西。好，那显化爱情的距离来说，我觉得还没那么快，还要再走一阵子哈，才会有爱情的感受会跑出来，没有那么快。这组就是这样。好，来看一下时间点哈。先说这一条线，我觉得我没有翻过因为之前有一些类似的职位状况、关系状况，都是处在很强烈的喜欢里面。可是这一组彼此的喜欢的感觉非常淡，可是你们相处的那种和谐度、感情的友好程度却已超越了很多热恋的人的能量，非常和谐，已经进到非常平稳的状态了。所以我也在期待他后面到底要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要你们两个都先在彼此身边，才一起面对、一起应付、一起享受。
好，来看一下大概的时间点哦。好，2个时间点，就你们2个能量最强的时候了，不是告白的时间点，是你们相处的时候，可能关系提升，或是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的2个时间点啊。一个可能在5月底啊，一个在5月底、6月初，因为那时候会有，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就是8月初，哈，这2个时间点可能或你们2个关系能量会比较强哈，你可以记一下哈，因为这一组不用特别去表现你自己啊，因为我们2个相处的关系各方面我觉得都很完整，然后应该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旅行、特别的庆祝或特别的对话什么的，反正关系会有所提升哈，2个能量的碰撞会比较强。会吵架吗？我觉得不是这个方向的能量哈，那就是感情应该会变得更好了哈，可能就是那2个时间点应该会有特别的事件要发生。再来3张动物灵卡，给你一下你现在生活的一些建议哈，或是跟这张牌有关的建议。好，首先就是这边在说你最近工作各方面生活上面要有一点耐心哈，最近耐心可能要逐步缺乏之中哈。那如果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没办法解决，记得去找朋友哈，你身边有一些人愿意保护你哈。那可能这张牌有在偷说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喜欢你的人会出现哈，因为你的魅力可能最近有在不小心漏电哈，或一些可能得到一些小小的喜欢的感觉啦，但是你应该没有跟他有很强的连接，只是你要想，可能桃花好一点，哦，近期桃花也好一点哦。那这边就是说，其实这2张是一起的啦，哈，这2张其实都在说你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忍耐，要克服，面对一下要有耐心哈。看来就是说，只要有耐心就可以熬过最近一些比较阿里阿扎的事情啦哈。那没有很强，只是心境上面希望你再平稳一点哈。那你可以往一下说，你最近桃花比较强哈，可是桃花强，它不一定是有得到一个爱情的告白或什么了，可能就是你人缘也变好，这边也有。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这组牌对我来说很新，我没有遇过这样子的逻辑哦。那坦白说是完全没有火花，可是这份关系却超越了需不需要火花的这个概念里。所以后面才翻到说，原来这2个灵魂，你们俩这灵魂是已经认识非常久了，所以不需要那个火花来去达到那个亲密度。所以他现在在你身边，尤其是在工作上，就好好的相处。虽然不知道是谁，没有关系。这边也在暗示一件事情是，可能你要对你身边工作的朋友各方面要再更好一点，更关心一点哦。也有可能是这个，因为你现在不确定是谁嘛。如果有人很确定的话，记得这只是一个过渡，慢慢的会走向爱情哈。现在这一段时间，你们互相相处，累积感情，这就是累积感情，是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事情。那还有一个关键点是要分享啊，如果你知道是谁的话，记得去分享你内在的喜怒哀乐哈，让关系再更上一阶。它可能会触发那一个事件点，不是说更早，而是那个事件点发生的时候，那个能量会更强而有力哈，会指导内心。好，很特别的一组牌啦哈，我们也在慢慢期待它的发展。好，那就这样哈，2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让你陷入甜美的爱情里哦？来，我们来把这个人找出来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2个能量的一个大的方向哈，在这个时间区块里的呈现的方式哈。好，来，我们开始哈，来。金星的能量落在命运之轮哈，所以算是一个很幸运的相遇哈。看来一些满足点都有出现哈。那这个人的出现在能量的审核上有过关啊，然后他应该会带领你去在你的人生的体验好，跟你内在的身心灵的提升有蛮大的帮助的。那跟这个人相处能显化，比较有高的几率能显化你想要的爱情哈，所以不算难掌控，都在掌握之中的一个爱情方向。然后记得哈，在一个爱情里面，你要比较在意你自己的想法哈，不要太容易因为太喜欢对方而改变自己太多，这组不太适合这样子哈。这组个人的魅力很重要，那算是能走得比较远啦哦。
然后记得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心里的澎湃的感觉不是重点，重点是反而要觉得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感觉更加的平静，要很平静，这组才是哈。它不是理智上的平静，而是你身心灵各方面都觉得很平静，而且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心灵爬升的感觉，好像走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你会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心情上面、心境上面跟以前不太一样。尤其是美的感受比较不太一样。那这份相处唯一的缺点是要确定爱情的时间会比较晚，但是要到确定爱情之前，前面的这个流程、这个相处的区间里面，会学习到非常多，会理解到爱情非常多，还会理解到自己的位置非常多哈。那你旁边的朋友会给你蛮多的想法，好像会告诉你说，你因为这段爱情会改变蛮多的，也改变了蛮多的，是一种会显现外显的东西。你的个性会变强，会变更强烈一点，不知道为何哈。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会带来某种你想学习的东西，某种你想学习的概念。这爱情有带来蛮好的成长的，所以幸运值很高哈。我觉得这一次相遇的幸运值的落地点是掉在你对爱情观、对爱情的成熟度的突飞猛进想法，所以这一个人应该有让你带来了一种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爱情的概念，所以你会学会，你会体会到哦。那这里差不多就这样，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必要遇见的，有点类似贵人的爱情组合哦。那它的发生的能量概念需要仰赖你自己去显化出来。那怎么去显化？我觉得可能你的主动性各方面要再多一点，还有记得心里期待什么样子的人出现，这个可能要再更明确一点哈。这组有一点需要依赖你找到，就这样好，我们看一下后面就知道了为什么序曲是这么写。来，我们从这里先看一下啊，两个人关系的交汇，这里怎么说啊？我们先把第一张牌翻出来，你们等等哈，来，你们遇见了吗？哦，现在能量附近哈，指引。好，看一下这里，哦，工作吗？你们工作上曾经遇见过，然后没有很靠近，但它会在你的工作范围里、你的工作领域里面常常出现、不见、出现、不见。他可能不在跟你同一个职位或什么的，这边工作的强度很高，他跟你的工作有合作的关系，所以他是偶然的出现，开会的时候才会出现。它不是一个固定频率会出现的。那它跟你身边的人跟你的协调性都还蛮好的。那它有很多的巧合会出现在你眼前，因为你们已经认识了。记得生活、工作各方面你都会常常遇见它。你们有一种非常高度的连续的巧合。你们两个每次能量很靠近的时候，就会牵连在一起，会有一种共识，往同一个方向走去，往同一家店里去走，往同一个百货去走。节奏、时间感都很像，你们俩接近的时候会有一种同步率很高的感觉哈。那你们的关系各方面其实没有其他人做引荐，你们两个自己的能量就会牵连在一起。那以距离来说，到现在都还算远哦。生活的、工作的都还算远，但是牵连你们的是很多的重复的巧合，尤其是工作上的、认识的什么的，感情的触发点还没有出现。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出现，还在爬升中，还在更多的遇见之后，才会产生一些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感觉才会跑出来。现在还是很淡，现在感受上都还是很淡，但是它一直在逐步往加分的方向走哦。因为审判牌在这里出现的话，以现况来说，他们有
能量上有往你们两个该走的路径走去，所以不太会错过彼此啦。那看一下这里，的确哈，两张牌都是有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不太担心，不太担心你们会这么多的巧遇，然后这么多的能量没有直通那一条路的路让你们行走，然后错过你们这没有。两个以能量上来说牵连的还蛮深的哈，慢慢的就会找到两个人的共同方向哈，只是这条不会很远，不会很远，已经速度有在加速了哈。你们两个开始比较有多的共同话题，然后遇见的次数会再更多，也许工作上在遇见的次数会更多，所以它其实已经算高频率的出现在你面前了。你们真正相处起来最有交集、很有交集的点，应该是在生活上。等一下，生活吗？这个点有重复性哦，生活、工作都算。这重复性有点高。等一下，我翻一下哈，看一下这个解答到底是。水，这边说你们，我看一下。这边也没有给解答，但这边只是在说你们内在有一种非常奇妙的连结，一直在不断的连接新的关系、新的感觉，而且是有点漫无目的的、有点盲目的。每次遇见，就你们俩能量就开始有些连接，也不能算是说个性上的一种共识或什么，反正就是你们私底下有一些自己没办法掌握的能量、风水火土的能量在连接你们两个在一起，所以你们两个每次靠近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遇见。是缘分吗？其实我不太会用这个方式形容，我只是觉得说你们的同步率还蛮高的。其实你们生活上、概念上、生活上的同步率真的还蛮高的。然后慢慢的，我就不太会把它归咎在他是工作上的，我反而觉得在生活上，他好像连住的地方、生活上的规律性都跟你还蛮近的。什么时间要去哪里，该去什么样的商店，习惯去哪里，这节奏都还蛮近的。你们有一点点向左走、向右走的概念呢。在大的宇宙的角度来说，同步率、重复性很高，可是一直没有交集点，交集点都没有完全出来。难得的交集点都是所谓的巧合，可是那个巧合又没有爆发出爱情的直观的感受这边我看一下，8，在等待一个，因为如果这张牌是正的他就是在讲说会创造一种全新的生命力在你们两个之间，是那个方向性是确定。可是，在逆的，就比方说是在等待的，不是你们个人创造的，所以你们两个之间应该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成为爱情的爆点，然后才会让你们连接的比较近。这组很特别，你们一直在附近的生活盘旋，你们在周围盘旋，认识却没很深入，要进就比较深入的管道里，没有直通的路径，可是却有路让你们越来越深入。以大的路来讲，你们是走在这个大的路上，同一个方向。可是以让你们两个做连接的这一条路径没有，所以你们一直在同一条大的路上，一直平行的行走中，交汇点没有确定，可是一直在附近。这样现在是这样维持一种恒等的关系在你们的生活附近。这个很特别啦，表示时间还没到。来，我来看一下，我直接来偷翻看看。以未来性来说，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发展从这里之后，一直到爱情前面的这个路径，我翻看看是不是有讯息。从现阶段往意识到彼此互相喜欢的这条路径上的连续，应该是什么方向？等我一下。挡住了，要重生活。目前路径都是先挡住的，还没有让你们发展到爱情可能会在一些生活上面的小交集里面，慢慢的有共通点，认知到共通点之后，才会有新的对话、新的情愫然后那个时候才会有开启爱情的道路才会开启。可是以现阶段来说，都先挡住了的确，就是时间点还没到了可能你们在生活上或是一些
生活上要有非常明确的交集点，譬如什么？譬如你们共同去上一门课，共同去运动，运动的时间相同哦，或是真的你们是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现在只是工作上有连结，可是也不在同一个位置。现在你们唯一的路径是要有一个共同的、一模一样的东西要出现在你们之间，那个爱情能量才会慢慢的发展出来，才会有连结。现在是零散的，都是碰巧的、巧遇的，所以它都是谈到没有连住。哦，它很像一种跑来跑去的两个磁铁，每次很靠近的时候会吸，可是不会吸在一起，然后又弹开了；然后很靠近的时候会缓慢的吸在一起，然后又弹开。所以你们生活里有很多的同步跟巧合会出现。那如果归咎到工作上的话，很长的时间是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他刚好有要来这里办事情，这种巧合也有。哦，他不会在你休假的时候来你们公司办事情，这样差不多是这种巧合。你们又有一种非常灵性的连接，很盲目的连接着。这里说的哈，这组很神秘啦，我只能说3号牌非常神秘主义。那而且还完全有路让你们走到爱情那个方向，只是很慢哦。没关系，他已经在附近了哈。我再看一下这里，再给我2张牌定义一下，因为翻了2次了哦，3次3个牌都说现在就是时间还没到而已哈。那我再翻一次，我就再翻一次。好，这里说这是一个周期啦，这是一个周期，好，这是一个周期，因为他这张牌就是讲说这是一个周期。那他逆的，我只能说这个周期比我想象中再大再慢啦，哦，他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是你们2个相遇的那个周期其中一段，好，所以要等他跑完，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连接的状态跑出来，好，没关系。那我们跳过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2个人的契合跟各方面比较深远的灵魂的各方面的连接角度哈。这边说你们的同步率还没有达到最同步的时间哦，还有更同步的时间点，现在还只是普普通通的同步而已，哦，所以其实你们的契合度应该算蛮高的。那你们2个人其实真的有在往同一个方向，是快速的往前进啦，哦，而且是同一个方向，在某方面来说不算对齐，算平行的在往某一个方向去，所以终究不会离开彼此太远，只是要找到那个交汇点。你们所处的范围，是非常安稳的。以能量上来说，你们算一家人，虽然不算认识，可是以能量上来说，你们是可以成为一家人的，可以住在一起的，可以一起生活的，各方面的同步率都很高。这跟前面讲的都一样，同步率很高。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彼此的幸运星。哦，你们可以给彼此带来很好的幸运。好，然后你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正能量跟幸运值都会慢慢的提升。所以，我比较把这一组归类在不是依附在彼此身上的一个幸运星啦，所以他才要随机的，因为他不可能不觉得幸运应该要每天都发生。只是大概到了某一种饱和程度的时候，2种幸运可能会融为一体吧，使用同一种幸运范围里，可是能量还蛮强的，表示这一组算很绝配啦。可是时间点觉得还没有到。那这张牌解了一个小小的解答，他在说周围的朋友的故事线也跟你们的同步率差不多，但是周围的朋友的故事线都还不够完整，还没有创造你们2个人的交汇，这样，所以你们2个之间应该有同样认识的人，有共同的同事，你们有共同的人，现在还没有在为你们搭桥，还没有看到你们2个需要搭桥，还没有看到你们2个需要连接在一起。可是你们2个人的在同一个范围里面活动，主要是靠人，所以你们其实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同事，在做一个绵密的牵连，只是你们彼此没有很强的牵连。事情是这样。那这张牌说别担心，差不多到时间饱和的时候，就像这里讲的这个周期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会加速。这边有一个加速的牌哈。那你们现在的关系里面最大的阻碍就是其实还看不到彼此，
其实前面也都验证了，所以无论怎么翻，逻辑都跟前面还是差不多的哈。好，看来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啦，就等待就好了哈。这张幸运牌我觉得很强而有力哈，我再翻一个更深的东西来解释。那这个我也觉得可以翻一下。好，这里说你们两个的连结算是一种非常遥远距离的连接了哈，有点像是人间与天上的一个连接，需要非常强而有力的力量才能够连接这么遥远的位置啦。所以现在你们的很靠近，你们的巧遇很多在同一个方向里面，已经算是能量连接，已经把你们拉到最近的距离。等到时间一到，他可能两个人对齐了，可能两个人爱情的方向就会出来哦。那这里在说哈，其实这里又讲了一模一样的事情。他说你们现在旁边人际关系的朋友，各方面是你们两个这份关系的很重要的基础，很坚实的基础了。就跟我刚前面讲的一样哈，你们两个其实是被你们的人际关系跟共同认识的人，把你们两个锁在一个空间里面，才会产生这么高度的巧合遇见跟很淡的关系。可是让你们两个分不开，这边又再讲一次哈。所以其实整个逻辑上都是通的，就是可惜的就是我们可能抓太早了哈。你们离爱情的发生点还有一点距离。好，这样讲到时间的话，我们来翻一下哈，两个时间点哈。这两个时间点，我直接问的是你们两个对齐了，直接认识了，有很深的交流。其实已经认识了，只是没有很深的交流，没有很强的共识，没有共同的东西。这边有说没有享用共同的时间，现在都还没有。我想问一下，那个能量爆发最强的两个时间点哈，我们用天使历法给你一个数字上的暗示哈，来。这里讲的大概6月中会有一次，那这里好，这里又比较深哦，这里过了，这里说一月底啊、我们先不管，我们先大概看这影片的朋友可能都是不同时间的哈，在1月底，但是以我发片的时间来说，这个时间是过了的。那我再翻一张哈，所以其实1月底的时候，你们有很接近的一次哦，其实有来。这个没有就没有了哈。这里讲的是12月初，所以其实真的还是有点远。那你期待一下啦哦。好，不过我蛮在意这个1月底的。这里在说，这里其实还蛮强的，表示你们之前有蛮靠近过的。你回想一下，其实你跟他有蛮近距离的，什么啊？我看一下。哦。其实，好吧，这边说你们应该是1月底的时候，你们有蛮接近过，可是两个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能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范围，可是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可能那一次只是很靠近吧，好像也没有什么交流，好吧？这边给的是这样哈，但是那一次的距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这里发现，它的二元性太强了，所以它没有连接，好吧，还是有点可惜，好吧，那你就期待这两个时间点。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动物灵3张动物灵给你一些生活上的建议哈，可能跟这组牌有关，可能跟你现在的生活有关哈。来，第一张。第一在讲的是说，最近节制牌有在你的能量做一些非常多的调和啦，所以你现在说生活上或工作上有一些困难的话，再忍耐一下。他这边说的核心是再忍耐一下，再保持耐心一下就会过去了哈，没有那么难啊，不要把它想的那么难啊。这里说有某种希望的能量在你附近，所以不要太过负面哈，不要太早放弃。其实后面有一些不错的未来性。希望的能量正在支持着你，所以最近遇到一些困难，不要太早放弃哈，跟这里一样，忍耐一下就过了，记得要把它熬过一下就有了哈。来，好，这里在说，其实你内心的直觉最近蛮强的啊，月亮能量一些直觉能量哈，你能感受比较暗能量的直觉蛮强的，相信一下你内在的声音哈，不要这边。其实你的经验对你来说也很有用啦，可是，在这一个阶段，他反而比较希望你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哈，去理解一下你内心的直觉，告诉你真正的方向是什么。你内心那个答案似乎超越了你经验上的心得，好，这个你要斟酌一下，哈。好，
那这就是今天的3号牌哈。3号牌，我觉得我们抓的时间早了一点啦，但是也让你知道说，它在一个零散的时间轴里，跟你常常很近，但不代表说每次很近都会遇到哈。那基本上你们认识，可是感觉很淡，大概只存在知道这个人这样子而已哈。没关系，我们再慢慢等待哈。这边揭露了一些小讯息说你们必须要共享共同的时间，才会让2个人的紧密度出现。所谓共享的时间有很多啦，同一个时间去健身房，一起去学了某种课程或是去听那个演讲这样子，它共用同一个时间点，这一个关键点也有出现不然前面都挡住了但是那一件事前面有很大，是小生活里面出现的事情没关系，我们就随机碰撞，看会不会就碰撞到。好，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了那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